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靠什么进行衡量的呢？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指标，先抛开软件不谈，仅陆海空三军的硬件军事装备就足够让人应接不暇。放眼望去，一派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沙场秋点兵的雄壮景象。而说到鹰击长空，战斗机作为空军这一方阵的排头兵，无疑占据了绝对主导的位置。其作战性能、战术水平等综合指标都成为衡量空军综合实力的主要因素。近年来，韩国在航空战斗机领域可谓好事频传。2021年4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就曾在韩国空宇宙产业公司举行的新一代战斗机 KF-21首架原型机下线仪式中，称韩国迎来了航空工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为 KF-21战斗机的亮相，预示着韩国国产战斗机的研制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说到韩国国产战斗机，就不得不提到韩国自主研发的 FA-50战斗机。这一款战斗机自2014年10月第一次投入实战部署，就频频亮相在各国的军需采购名单中，迅速跻身韩国空军的荣誉殿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FA-50战斗机的前世今生。在 FA-50还未问世之前，韩国最负盛名的战斗机无疑是由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研发的 T-50精英教练机。作为一款可以兼职轻型战机的高级教练机，它的诞生可谓是顺理成章，因为在开始研发之时，就大量借鉴了美国当时久经沙场的 F-16战机和台湾 IDF 轻型战机这一对空中姐妹花的优良基因。2004年，首批 T-50精英教练机在韩国本土组装，随即在2006年正式加入韩国空军服役。此后10年 ，T-50精英也因其优良的性能和相对低廉的价格，一度成为亚太地区一些军事实力较弱的国家的香饽饽，被频繁的采购。因为其诞生的特殊背景及美国技术于一身的 T-50也俨然成为了美国非北约同盟的鉴别标志。而韩国也非常识时务的，在 T-50精英光环的笼罩下，于2012年迅速推出了它的改良版机型，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FA-50战斗机。FA-50战斗机在其前世 T-50精英教练机的金身加持之下，摇身一变成为了由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轻型战斗机，也被视为第一款国产战斗机。自2013年10月正式服役，就一直被视为韩国空军的骄傲。因为是改良机型，其主体灵魂还是保留了其前世 T-50精英教练机的基因，例如两者之间机体的尺寸、座舱的配置、航电和飞控系统都是相同的。改进后的 FA-50战斗机高架顶棚采用了拉伸亚克力，在为顶棚提供防弹保护的同时，也为飞行员提供了良好的视野。两者最大的不同是 FA-50安装配备了改进的以色列脉冲多普勒 X 波段多模式雷达，同时拥有更多的内部燃料容量、增强的航空电子设备、更长的天线罩和战术数据链。脉冲多普勒雷达能够同时追踪10个目标，且搜索距离为150公里，为及时发现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此外，该机还配备了雷达告警接收机、巡航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可搭载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传感器引爆武器等。从2014年10月，韩国空军公布的 FA-50战斗机在半岛东部海域上空首次进行空对地导弹军事演习的结果来看， FA-50战机在 1.2 公里高空发射导弹，精确命中7公里外的目标。此次训练演习证明了 FA-50能够实现精确打击海陆全方位的目标。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表示， FA-50战斗机效费比优异，出动率高，维护成本低，其结构系统和性能接近于美军的 F-16战斗机，可执行空中巡逻、空翼控制、火力打击等多种军事任务。装备的夜视镜可以有效地执行夜间任务，还具有改进的自防御能力。我们再来看一看 FA-50战斗机的技术和性能数据。人员2名，全长 12.98 米，翼展 9.17 米，全高 4.78 米，空重6441公斤，最大起飞重量11985公斤。该机最高时速 1.5 马赫，最大载重 4.5 吨，最大航程1851公里。
其动力系统是一具通用公司涡轮扇发动机，能够提供强大的后燃推力。F-A50 装备了一门火神式6管旋转式机炮，可挂载响尾蛇空导弹、小牛空地导弹、杰姆达等精确制导炸弹、CBU-97传感器引爆武器和20毫米航炮等。除配备机炮和空对空、空对地导弹外，还可以装载5枚 CB858集束炸弹、9枚 MK82 500磅低阻力通用炸弹、3枚 MK83 1000磅低阻力通用炸弹、3枚 MK84 2000磅低阻力通用炸弹或9枚 MK20 集束炸弹。F-A50 战斗机的研发是用于逐步替代韩国军队老旧的 F-5E/F 等战机的。目前有60架 F-A50 战斗机装备在韩国的空军中，同时韩国也瞄准了 T-50 精英教练机打下的出口外销的大好市场，无形中将原采购使用 T-50 国家转化为2次销售的潜在客户。在这样销售目标为前提的生产包装之下， F-A50 战机确实是表现出了不错的销售前景。T-50 精英教练机的忠实粉丝，首当其冲的是2011年采购16架的印度尼西亚，其次是2013年选择 T-50 用于培养飞行员及作战需求的伊拉克空军，还有2015年采购的泰国空军。这些客户在面对 T-50 教练机升级版的 F-A50 机面前，都纷纷掏了腰包。而菲律宾更是出资人民币26亿元与韩国签订采购合同，并在2016年初收到了韩国首批交付的2架 F-A50 战斗机，结束了菲律宾空军10年没有现役战斗机的尴尬历史。此后，菲律宾在2017年完成了全部12架 F-A50 在本土空军基地的部署。2019年，阿根廷在经历10多年的寻寻觅觅后，总算确认要采购 F-A50 战斗机，却因为总统换届、货币贬值等问题，最终采购计划胎死腹中。2021年4月 ，F-A50 也进入了马来西亚轻型战斗机的采购名单，但最终能否竞标成功，还有待采购完的最终确认。对于 F-A50 战斗机的实战性能，可参考数据并不多，目前大多来自于演习和已经投入全面军事部署的菲律宾。2017年1月26日，菲律宾在编的2架 F-A50 战斗机对棉兰老岛南拉瑙省的恐怖分子藏身处进行了夜间袭击，这是 F-A50 首次飞行的战斗架次。同年7月，一架 F-A50 参与了马维拉战役期间发生的一次友军开火事件，一枚炸弹落在离目标约250米的地方，炸死2名菲律宾士兵，炸伤11人。调查结果清除了机组人员和飞机的故障，该型于8月获准恢复现役。2018年5月23日，菲律宾境内毛特组织在马拉维突然发起了袭击，插起了伊斯兰国的黑旗。当天即占领了马维拉市很大一部分地区。菲律宾空军出动包括 F-A50 在内的战机和直升机，对叛乱分子控制区域进行了空袭。2019年2月2日，2架 F-A50 战斗机向菲律宾班萨摩罗伊斯兰卡自由战士基地投下了8枚250磅炸弹，以回应对其寨城的卡梅尔山圣母大教堂的炸弹袭击。2020年6月25日，适逢菲律宾成立73周年，菲律宾空军在巴拉望海岸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这次是首次实弹演习，小牛空对地导弹从 F-A50 战机向浮动目标发射，以展示其反舰能力。在以上军事行动及演习中， F-A50 战斗机的出色表现完全满足了菲律宾军方的预期，也赢得了菲律宾官方的赞赏。然而，金无足赤，神无完人。F-A50 战斗机作为由教练机衍生出来的攻击机型，虽然它兼具了教练机和战斗机的双重用途，尽显其一机多用的优势。尽管其主要定位还是用于攻击，但在教练机的前提下，其攻击性能的强度就不言而喻了。只能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面对日益精准的军事战略及军备要求， F-A50 若想真正实现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最初1000架的出口愿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当今世界快速升级迭代的战斗机发展进程中，每一代战斗机都肩负了不可逾越的责任，见证着一个国家航空军事实力的发展和演变。对于承接着韩国第一款国产战斗机名号的 F-A50 战斗机而言，它的前世 T-50 精英教练机已名扬在外，今生也被视作为国之骄傲。至于未来还能否再续改良精进之路，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本期对于 F-A50 战斗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